战事激烈，租界筑墙上海南市、闸北以往曾经有过几次战争，如小刀会、泥城之战、齐鲁战争以及北伐军开到上海和奉军交战。每次战争，市民都逃入租界，租界的人口每经一次战争就增加许多。128师9路军抗战1役，人口已增加到300万，所以一般人的观念中，租界永远是安乐土。每次战争焦点都在闸北，所以闸北的居民受到的灾难最大，居民中则以苏北各地的人为最多。可是这次813战争把公共租界的虹口区划归日军接管，虹口的居民如北四川路一带全是广东人的市面，所以这次广东人受到的灾害也很大。但是稍有积蓄的人都已逃出虹口区，迁居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心区。这时上海租界的人口增加到350万人以上，法租界毗连华界南市，租界当局深恐战争波及，早已在沿民国路、今人民路口装上一道极高极大的铁栅门。但是从西门斜桥起，沿着一条很长的陆家浜通达沪西的大西路，今延安西路，本来是不设防的。到战争一起，战争中心虽在闸北，法租界当局想到这次战争不会轻易结束，所以就从斜桥开始，沿着陆家浜，整个法租界边缘连夜加筑近2丈高的砖墙。这道砖墙动用了数千工人，在3天之内抢建完成。我曾经到这围墙下巡视了一番，觉得人力之巨大，实在不可思议。现在想来，这道围墙的长度相当于香港从筲箕湾起，经轩尼诗道、皇后道，直达坚尼地城而有余。公共租界当局也借着法租界的边防区，围绕整个区域分段堆起沙包和架上铁丝网。2个租界如此严密的防患，才保持了租界市民的安全。沦陷区饥寒交迫的老人和儿童中国人有一种蚂蚁经营的精神，即使是难民也会挣扎图存。整个租界不但安静无事，而且一天比一天繁荣，尽管四周烽火连天，而租界内却夜夜笙歌。租界当局也把宵禁的时间逐渐放宽，从晚9时、10时、11时放宽到12时为止。留居在难民收容所的难民，白天都经营着各式各样的小本生意，利益最后的是抄小路向4乡去搜罗租界上所缺乏的粮食和手工物品，脱手之后在租界上购买些五金洋杂，到4乡去贩卖。因为是个人经营的小生意，当时称作跑单帮，往往可以得到几倍的利钱。凡是2方面特别需要的东西，长达10倍利钱，因此不少难民反而因为战争而步入小康，他们由难民所迁出，搬进住宅区。当时租界上最感缺乏的是米，本来上海4乡正常米粮供应是靠常熟、太仓等地运来的，然而还是不够，要靠泰国的洋鲜米来补充。战事开始之后，常熟、太仓等地有米运来，米行的存粮不够充裕，于是就由顾新一、王一亭等利用英商船只到香港采购洋米。至于五洋杂货，如火油、肥皂、火柴、香烟、灯胆等，向来大部分靠外来输入，这时人口又多，消费更大，大家感到战事一时不能结束，纷纷从事囤积。最敏感的就是那些跑单帮的小贩，个个都发了财。战事继续到第2个月，有若干富商巨贾在绅商俱乐部天天讨论今后的经济趋势，
各自的见解不同，大部分人以为国军即使英勇抗战，但防线一次一次转移，一旦日军打到苏州，政府可能就会屈服。大家想，这次的战争和128战事不同，128仅仅是19路军打了个头阵，政府没有下决心全面抗战，但是这次出动的都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，只许胜不能败，败了之后再也打不下去了。所以多数人认为战事的时间不会太长，一切都做短期的打算。因而最初的时候，大商人还没有开始囤积货物。当时有一位经济学大家马寅初博士，申商俱乐部邀请他参加讨论今后经济的趋势。因为马寅初的哥哥马小勤是中医，我和马寅初很熟，那次的商讨，他邀我同去。他到了那里，大家一致推崇他，要他发表高见。他认为战事绝不会拖长，劝大家不要囤积居奇，否则将来是要后悔的。商讨完毕之后，有一个知识极平凡的颜料商人轻轻地对我说，马寅初虽是经济博士，但是所说都是书生之见，我的看法和他完全相反。我也看不出前途如何，只能唯唯诺诺地敷衍了一阵。谁知道经济博士的看法竟然是完全错误，而这位平凡的颜料商竟是看对了，他到后来发了数百万的大财。